这才是红烧狮子头好吃又简单的做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毅。过年了，年夜饭的餐桌怎么能少得了狮子头呢？今天跟大家分享年夜饭红烧狮子头的家常做法。色泽红亮，香气四溢，软糯入味，老少皆宜，下酒又下饭。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？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。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和技巧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首先准备新鲜的猪肉2斤左右，最好是选择前肩肉，3肥7瘦。做狮子头要想好吃，最好是用刀切成小颗粒再来做，吃着口感好。当然如果嫌麻烦的，也可以让卖肉的老板给你绞成肉馅儿。先把肥肉切去外皮，再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然后切成稍微细点的条，再切成小颗粒。各位好朋友，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，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，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把瘦肉也是同样的切法，先切成片，然后再切成条，最后再切成小颗粒。切好后稍微剁一下即可，增加肉的粘性，切就不要剁得太细，吃着没有口感，剁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剁好放入盆中，接下来准备个姜葱汁，生姜1块拍破，大葱适量切碎，然后再拍破，这样更容易出姜葱的味道，稍微剁一下。剁好放入盆中，放入花椒几粒增香提味，少许的盐可以更加的激发姜葱的味道。料酒稍微多一点，然后用手先把姜葱的汁水抓出来，再放入适量的清水搅拌下，先浸泡上。接下来再来切点姜末和葱花，放在肉里边，去腥增香的效果最好。当然你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也可以不放，切记不要放葱的绿叶，因为炸制的时候它容易发黑。再切点姜片和葱段，这是在炖制狮子头的时候来用的。切好放入碗中，放入干辣椒少许增香提味，1粒的八角。再准备山药1节，清洗干净削去外皮，切成小颗粒放在丸子里边，是丰富口感还可以解油腻的。当然也可以用马蹄或者是凉薯，也就是地瓜，同样切成小颗粒。剁好后先放入小盆中，接下来开始调馅儿，放入适量的盐，胡椒粉稍微多一点，料酒适量去腥增香，再放入少许的白糖和味提鲜，生抽酱油少许增加鲜味和黄亮的颜色，香油稍微多一点增加香味，然后倒入提前浸泡过的姜葱汁。姜葱汁一定要根据肉的含水量少量多次的加入，切记不要一次性加的太多，然后用手向着一个方向把料汁搅拌均匀。搅拌至看不见汁水，表面稍微起黏，然后再放入适量的姜葱汁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放入姜葱汁主要是给肉增香提味，而且肉吃起来还更加的细嫩。搅拌至肉圆润饱满，吸足水分，放入鸡蛋1个。放入鸡蛋主要是给肉馅增加粘性和鲜嫩的口感，继续向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再放入山药丁，继续抓拌均匀。搅匀后再放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，锁住水分。最好是像这样边搅边摔的方式，稍微多来几下，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着口感最好。抓拌至肉馅儿成这样，拿在手中它不会轻易的往下掉就可以了。再准备少许的面粉，用水先和化。这个在团丸子的时候蘸入面粉，可以使表面更加的光亮好看，而且还特别的紧致，记住这个小技巧。准备好后，下面进行下一步操作，起锅烧油，油温烧至5成热，关中火。接下来捏丸子，手中放入少许的面粉水，
接着把肉馅儿放在手中，像这样来回多团几下，稍微多翻动几下，这样表面光亮好看，而且还特别的紧实。一个肉丸的重量大概在50克左右，当然这个大小根据你个人的决定，可以大可以小。像同样的方法，把丸子团完放入油中，下完后放动锅底，让其受热均匀，保持中大火炸至2分钟左右。炸至表面微黄，表皮稍微发硬，即可捞出控油。锅中留少许的油，下入葱姜、八角和干辣椒，煸炒至香味。再放入几粒的花椒，花椒的量切得不要太多，不至于会容易发沉。然后放入3杯酱油去料，调味增香。料酒稍微多一点，去腥提味。少许的老抽上颜色，适量的海鲜酱增加肉的回香感，提香味。把酱汁酱料炒香后，接着倒入适量的开水，放入冰糖几粒活味，而且可以使做出的丸子颜色更加的好看。再放入少许的糖色，汤汁烧开后，下入炸好的狮子头，盖上锅盖，保持中小火炖至20分钟。中途打开锅盖，放动锅底，让其受热均匀，防止粘锅糊底。再准备几颗小油菜，清洗干净，然后从中间破开，放入油菜是搭配颜色，而且可以解油腻的。起锅烧水，先把油菜来穿烫下，放入少许的盐，增加底味。适量的色拉油可以使烫出的油菜颜色光亮好看，还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。开锅后煮至1分8钟左右，把油菜煮熟煮透，然后捞出。20分钟后，丸子也炖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把火关小一点。接着把穿烫好的油菜摆在盘中垫底，煮熟的狮子头盛出4个放在盘中。锅中留少许的原汤，用蜜肉打去料渣不要。调味放入少许的盐和鸡精、味精，再用水淀粉割个薄芡，让狮子头吃起来更加的发味，而且还好看。勾至汤汁粘稠，再放入适量的葱油，增加香味和鲜亮的颜色，然后再均匀的浇在狮子头上面。最后再撒入小葱花，美味极成。这样一道鲜香入味的红烧狮子头就做好了。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毅美食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。